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我们国产键盘现在都已经非常给力了，200-300就可以拥有非常不错的机械键盘，这是我以前不敢想的。而键鼠向来是需要一起配齐的，这不我又带着高性价比的脉冲 A5 Ultra 来了嘛？这是脉冲寄给我体验的，从7月份到现在，我用了1个月，讲真，8000赫兹的有线回报率，59克的轻量设计，3模连接。瑞昱的低能耗芯片 ，PAW3395 传感器，这些词加起来，你心里的价位会是多少呢？而它的配置拉到最高，仅仅只需要238，这不得来看看它到底如何？点上收藏一下，我们先来沉浸式开箱。好，气脉冲的这个键盘之后，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它的这个鼠标啊。就这个外观上来说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鼠标啊，它主要是主打一个轻量化。噔噔 ，A5 线长1.8米，然后其他的信息倒是没什么。那这里有它一个关键的一个卖点，4档的刷新率，然后还可以 DPI 调节，还有非常长的续航。我靠，真的好轻啊！妈耶，跟没有一样。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骚的一个颜色啊，仔细看一下啊，全是这种玫红色的一个感觉啊。蓝牙关闭，然后2.4G， 然后这边它是贴了这个保护膜的啊。我们来撕一下膜，然后这里也有，那它有3个这个保护膜，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如果喜欢这个类型的话，可以贴一下这个比较个性的一个贴纸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配件啊，好，它这个是它的这个无线的一个转接头，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插在电脑上面，然后把这个头子放到离鼠标近一点的地方。这是它配套的延长线，当然它也可以充电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它的主要的3个大的东西啊。然后我们实际体验一下，再来给大家做视频。我这款 A5 Ultra 是浆果红的配色，讲真的，这分明就是狗屁王的平行版本，而且在一些配置上面，甚至比前者还要更强。我们可以直接来看一下它们的对比。我没有狗屁王哈，就直接和它的官网来简单看一下。鼠标的外形、侧键甚至滚轮都是同样的外形，而脉冲 A5 Ultra 重量上比狗屁王3还要轻，仅有59克。手感握持方面肯定不会出错的。果然，国产键盘最快的进步方式就是致敬前辈，然后再超越它。我们把镜头推进，外壳是 ABS 材质，表面是磨砂的质感，这种材质比较容易磨损，后面可能会打油，所以送那个贴纸还是蛮贴心的。除了好看，增加摩擦力，还可以防磨损。握持方面，相较于狗屁王，它同样是采用对称设计，注重轻量化和舒适性，尺寸和形状和狗屁王相近，背板突出较少，会更平顺一些。手摇有凹槽，大拇指以及小拇指都有放置的位置，这点会适合大部分人，容易上手。滚轮段落感会比较明显，配有标准的左右键、中键滚轮以及2个侧键，提供基本的操作功能。此外还有可编程按键，满足高级用户的个性化需求。在 Windows 驱动里面可以自定义按键功能，当然也可以自定义红。拆开我们可以看到，它的编码器是 TTC 金轮，微动模块是欧姆龙，据说是高达6000万次的点击寿命。传感器是目前性能和稳定性都比较靠谱的 PAW3395。老实说，这比狗屁王的传感器还要更强。具体来说，它有高达26000的 DPI 灵敏度，提供高精度和准确度，适合精细化操作。欧姆龙微控制器和 PAW3395 传感器共同工作，可以达到有线模式下夸张的8K 赫兹的回报率，在无线接收器情况下也可以达到4K 赫兹。这就意味着鼠标位置更新更加频繁，光标移动更加平滑，特别适合高刷新率显示器和需要精确定位的场景。实际测试用逻辑大师 3S 来说，它的回报率简直是喜人啊！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现在是一个有线连接的模式啊，目前是开了8K 赫兹。你看，我的手速是比较慢的啊，就是只能到最多到7000多，大家可以看到啊。那这是它有线的模式，然后现在是切换到延长线模式，然后它是4K 的一个回报率，是可以拉到3500左右，3600我最高啊。这个是刚才的8K， 然后这里是3000多，这还是非常明显的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啊，现在是开了4K 的回报率，然后现在鼠标是不动的，但是我一旦动一下。你看啊，这个 CPU 一下子就飙到11。好，我停掉，
它标的2或者1，然后我们可以把这回报率调低一点，调到1000。好，现在是2，然后我们再动一下，你看它这个就跑到了67的样子，所以这个和 CPU 还有一定的关系，并不是说你开的越高越好啊，它还不仅耗电，还会增加 CPU 的负担。然后这是我的罗技大师 3S 啊，现在是一个蓝牙连接的模式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回报率啊。蓝牙模式它的回报率是限制在100赫兹啊，所以难怪我平时会觉得，这样滑动的话，这样动的话，它可能感觉有点掉帧的样子啊。其实就是蓝牙的回报率会比较低，而且这又是一个大屏，所以比较敏锐的话会有这样的感觉。所以我又下单了一个它那个接收器啊。A5 Ultra 的回报率可以通过软件进行调整，以适应不同的使用场景。之前我老感觉在大屏幕上鼠标会跳帧，原来是蓝牙的回报率太低了，这不马上下单一个 boot 传感器，把回报率拉满先。这一对比才知道原来差距这么大。咱们不也把它拆开来了吗？除了看到主板内部几个关键的硬件，我们还可以来看看它是如何做到这样轻薄的。来到背板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轻量化设计并没有特别夸张，一方面是材质的原因，另一方面是考虑到机身的强度。我们对比一下 LG 的背板，在内部的做工上面其实差别没有那么大，但到了背板上面确实可以看到性价比方案确实是粗糙一点。不过价格都到这了，要啥自行车？手感上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轻若无物的感觉，特别是我用习惯了罗技大师 3S， 然后是微动模块，欧姆龙的微动还是很强的，稳定性也很强，壳子相较来说会有点拖后腿，可以感觉到有一点空渐层。不过整体来说瑕不掩瑜，就这个价格给了你匹敌1000元鼠标的手感，就这已经是无敌了。续航方面，说实话我用了1个月，虽然打游戏不多，但截止到拍摄的时候，它3格电还有2格。这500毫安时的电池配合锐鱼的低能耗芯片，确实有点东西。配置方面，回报率看你打什么游戏或者在什么场景使用，调到你觉得 OK 的档位就行了。因为高回报率不仅能耗更高，其实也挺吃 CPU 的。从整体来看，这是一款超级性价比的国产鼠标，模具是经过验证的万金油，几乎没有人会说它不好。我是中大手，用它没啥问题。A5 Ultra 比较适合中型手的用户，小手也没有压力。总之，你几乎可以把它送给任何人，男生也好，女生也好，都不会出错，确实是蛮厉害的。而关于其他方面有疑问就留言吧。京东上面已经是一个10万加的产品，为什么我发现的这么晚呢？麦虫你应该早点寄给我的哈。本期视频带大家了解了脉冲 A5 Ultra， 其实有更便宜的其他版本，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看看。已经买了的用户也可以来讲讲你们的体验。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，也欢迎留言。我是云飞，记得点赞收藏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